给我瞄准了打。好，这波好，这打的比赛结束了，这个比赛结束。注意看，韩国第一拳王柳良来睡着了，公然在擂台上呼呼大睡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吓得裁判冷汗直冒，生怕这家伙被打死，给他的职业生涯染上黑点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韩国第一拳王为什么公然在擂台上睡大觉？那是因为比赛刚开局他击倒了中国选手一次，于是便以此为借口开始频繁羞辱。台下的教练团队也跟着辱骂刚才被读秒的中国选手，以至于最后韩国第一拳王被打躺尸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怪他自己咎由自取。简单介绍一下被韩国第一拳王读秒的中国小伙，他是自张智磊以后打拳击最好的中国选手，并且还是重量级级别当中打拳最好的那一个。拳击出身的他后期转战了自由搏击，到了搏击擂台上依然是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勇猛，直至遇见韩国第一拳王柳良来，风靡万千的阿斯哈提这才遇见他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对手。韩国选手总是喜欢在赛前夸大其词，试图用嘴巴打败对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，究竟是阿斯哈提的拳头硬，还是韩国第一拳王柳良来的嘴巴硬？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韩国第一拳王柳良来，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阿斯哈提。阿斯哈提是战胜了日本的江戸南，进入了8强。今天谁赢，谁进入4强。对，这是1/4比赛， 1/4比赛了。我们看看韩国选手。柳良来和哈提十分主动，连续摆拳，就发挥了自己拳击运动员的特点。对，阿斯哈提的3板斧确实起到了一点效果。面对柳良来所发起的主动进攻，他一点都不怂，并且还能在第一时间对柳良来发起猛烈反击。柳良来这一次摔倒真的好可惜，就算阿斯哈提重新爬了起来，那也很难顶住柳良来后续的扫踢攻击。那曾经表示，阿斯哈提是一名拳击手，他的腿有可能是他的短板。对，实际上你看战术非常危险，站不住，坏了，危险，因为这个战术非常的这个明显，就是攻击他的支撑腿。是的，对，说明研究了阿斯哈提。因为你练拳击的，他的腿法都非常的这个弱。这一次读秒给阿斯哈提带来了巨大威胁，并且还彻底把腿部防守的漏洞全部告诉了柳良来。接下来柳良来的腿法进攻将会变得异常频繁，直至阿斯哈提倒下，或许柳良来的腿法进攻才会停止。拳击出身的阿斯哈提果断选择和柳良来拼了。柳良来想让阿斯哈提的大腿踢瘸，那么阿斯哈提就忍着剧痛与柳良来展开拼拳，大不了大腿被踢断。与此同时，柳良来的脑袋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得扫你支撑腿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在柳良来出腿的时候可以还击拳正拳。对。现在你看，柳良来的腿法和膝法变得非常频繁，时时刻刻都在给阿斯哈提制造麻烦。然而阿斯哈提非但可以顶住压力，并且还可以把拳头精准无误打在柳良来的脑袋上。对拼的时间短显现的不明显，真要是对拼的时间长了，要么柳良来的脑袋被打得稀巴烂，要么阿斯哈提的大腿被踢瘸拉去医院抢救。对比之下，脑袋被打烂貌似更为严重一些。阿斯哈提自己的这个节奏和他自己的战术，是的，对，这就说他的这个软肋被对方抓住，所以柳良来在这里比较主动了。现在场裁判毛靖宇告诫这个阿斯哈提不要搂抱，不要搂抱。他说我也不是很想搂抱，但是他光踢我支撑腿，我没办法撑不住。好，这个抓住机会，自己优点，哎，对，用优势。脑袋受到重创的柳良来已经无力再继续实施腿法进攻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防守。看来这家伙是真的被打怕了。脑袋挨到几次重击之后就变得非常老实，变老实也没用。阿斯哈提的重拳照样会打在柳良来的脑袋上。这个柳良来还旋扭扭后支撑腿来，对，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个还得太单一了。柳良来拳法有可能跳，接着再打，接着继续，应该抓紧时间继续攻击对方头部。柳良来第一次被强打。哇！这个比赛开始了，好，接着应该是抓紧时间，阿斯哈提还应该主动进攻。对，前期的柳良来占据着比赛优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斯哈提逐渐掌握了比赛节奏。接着等待柳良来的将会是无数次重击打脑袋。当然，现场是汗水四溅。柳良来聪明点，移动要移动。好，好，要打的这个比赛结束了，这个比赛结束了。柳良来睡着了。彻底的睡死在擂台上面，甚至这家伙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就只知道阿斯哈提的重拳如同洪水般涌来，柳良来根本来不及防守，最终脑袋被打烂了，非常的好。几乎左右手的直拳，对，这个是这两拳打的，
是吧？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最终阿斯哈提获得了比赛胜利，不愧是被誉为下一个张志磊的人物，打起架来就是十分勇猛，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同时，还能给对手带来巨大威胁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阿斯哈提打几分？